家的进入，然后我帮你站那一场。你下2场，最后那两，你后面还有吗？你是还有一场。欢迎来到2024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今天8月23号，我们在桃园大园海边的这一个比赛场地呢，在稍后要马上为大家送上这场比赛，继续由我们的一个台湾国手来出征，将由我们的一个排球桂纶镁王馨婷与谢依然的一个搭档，在今天的第一天的一个赛事将要来面对菲律宾的对手。大家好，我是查理。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的，接下来将由我还有我旁边大家熟悉的洪金王洪金跟大家一起来播这场比赛。洪金你好，亚力哥好，大家好。哇，讲到了在大园这个排球的一个场地，其实过去2年在台湾办这样的一个沙滩排球的赛事，还记得都是在澎湖的爱门沙滩对，我今天来到大园这边才知道，原来这边哇，从108全运会之后，这边原来有一个这么标准的一个沙排场地耶。对我来说这个场地我觉得蛮有那个意义存在，因为它的第一次跟它的最后一次都是献给我们。对，第一次的时候就是108年的全国运动会，是桃园那时候主办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把它设定为是沙滩排球场，而且这个场地呢，其实它背后是蛮具有环保，因为它当时是一个这个垃圾掩埋场，它把它整个一个规划好之后，重新盖了这样子的一个沙排场地，而且非常的标准。那附近的场地也非常优美，包含说附近有这个竹围渔港，来这边看比赛之余还可以去吃海鲜。那其实它对这个离这个主要的交流道其实也没有到很远对。我们看到目前在整个现场的一个气温31度那今天的风其实说实在的，早上的4场比赛大家透过转播已经看到了我们中华队的一个出赛。今天其实受到这个风势的影响的不小是，对。那我想这个也是沙滩排球的一个特性永远都是在一个非常不确定性非常多的一个条件之下，然后你还要打出你一定有的一个技术跟水准，然后再来就是酷热的天气，你如何去调配自己的一个体能状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沙滩排球跟一般我们知道比较熟悉的室内排球1局25分不一样，是沙滩排球1局只有21分。对，没错。而且为了因应场上这样的一个风势的一个关系所以每一局到了7的得分7的倍数是两边就要来换边，对不对？对，就是让双方尽可能在比较公平的一个环境条件之下，所以为什么要1、2局是在7的倍数和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进行换边的动作。那第3局因为是打15分制，所以第3局就变成是5的倍数，我们就要换场。是。好，现在在场上正在练习的，刚才就看到就是我们的王馨婷跟谢依然。画面上菲律宾的选手好黑是晒得好黑对，我想在长期在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太阳底下训练这个肤色如果说要很白的话，基本上在沙排这个运动项目里面是很少见的对，那在我们今天这一场的中华队就是谢依然跟王馨婷的搭配这早上是第1场出赛比较可惜一点那个时候是以3局可惜败给泰国。那如果这一场呢菲律宾有机会可以赢下的话，还是可以挺进到这个女子组的8强。是，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这个赛制就是分组的前2名可以晋级到下一个阶段的一个淘汰赛。虽然在早上我们4组我们的一个人马其中只有赢了1场是对。不过我看到谢雅人跟王静茹那一组跟日本的对手那场比赛3局大战，其实整个过程也是蛮精彩的，对，看得很过瘾，而且第1局就打得难分难舍，一直到最后28比26才分出胜负几乎是室内排球1局这样的一个分数了所以呢，这个也考验很多这个工作人员的辛苦因为早上的时间是 delay 的那在下午我们表定是1点钟的赛事我们最后这个 AVC 的这边的一个委员们最后也裁示我们没有要将赛事延后，所以很多的工作人员几乎中午都是没有休息的状态对。透过画面的一个转播，大家可以看到画面背后的这些各国参赛国的这个旗帜是哇，这个就可以感受到今天在整个大园这边这个比赛场地这个风有多大。是。
而且这边是比较靠海边所以其实有时候那种海风吹过来然后有时候又伴随着不确定性，偶尔会降雨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天气要考验到沙排的这个技术层面又更高了。而且如果您来到现场的话，这个不仅是有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沙滩排球，而且这个因为就在这个桃园机场旁边，对，哇，时不时就看到这个飞机降落。对，因为我已经来了第4天了，我光这几天每一天真的不夸张，真的超过100架的飞机，就我看到的，就是而且都是这个航线在准备这个降落跟起飞啊。好，画面上这是南韩的选手啊。对，南韩这次也派了2支代表队过来。我们知道在去年在澎湖的这个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我们女子组是派了4组人嘛，是男生派了3组。今年改用这种比较精兵的这样的政策，男女各2组人嘛，在女生除了这场比赛的王欣婷、谢依然之外，另外一组就是刘碧欣跟吴淑芬的一个搭档。是。然后其实，在旁边的观众席有我们的中华第3队，但是他们这次没有参加这个赛事，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准备在几天后我们就要搭飞机到大陆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一个类似锦标赛的部分，因为他们当时在预赛的时候有打进这个复赛的部分，是对，那所以他们其实也跟着学姐们一起来这边帮忙训练学习。那准备呢，也在几天后要从桃园这边搭机要去到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参加比赛。我们知道沙滩排球的选手其实也是要打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来累积他们这样的一个积分。没错，因为它就是一个积分型的所以你必须要在各国这样子一个南征北讨然后赚取到积分，你才可以提升自己的世界排名。画面上刚才看到防护员拿着冰袋帮王欣婷现在在这边来做一些冰敷。来帮忙。那这种天气真的是蛮容易就中暑了所以其实我看每一队几乎都有配置1名的这个防护员那当然在大会这边呢也很贴心除了各场地有这个紧急救护的医药箱之外，我们在大会的这个舞台上方也有设置医护组给选手最及时的一个帮助。欣婷跟谢依然的比赛是在早上9点钟，是那时候打完的。下午的1点钟，现在这个比赛其实1日2战对选手来说，其实说实在真的也蛮操的。是。这个画面上看到这个左边的这位是这个雅人的这个应该是女朋友这个还没有，我不知道她结婚了没，这不能乱讲嫂子就对了。对，那个弟妹，对。雅人是你台师大学弟。对，雅人是学弟，对。不过雅人的另外一半这几年不管说是在室内的场地，或是在这个沙排场都陪伴在雅人旁边是。好，现在在大园的沙滩排球场，在下午的4场比赛的第1场马上就要来开始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那我们在赛前呢都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赛前仪式包含说在跟大家现场的观众朋友打招呼之后，我们等一下会介绍2位的国际裁判。那这次的国际裁判呢，也来自包括日本、泰国还有马来西亚，还有伊朗这些都是来自国外的一些裁判。2024 ABC 台中 Bank Beach Tour 桃园 Open Match Number 13 Philippines vs Chinese Taipei。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第1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iss Tanya Shihano from Thailand， 来自泰国。今天的主审是来自于泰国，是。这个要吹，应该真的是要戴帽子，要不然这太阳真的很大。没错。而且就我所知因为早上我是担任播报的角色，所以2裁的这个日本的裁判，他已经是今天的第4场球了。泰国队，菲律宾队 Team Philippines Number 1 Eslapo Janessa Chen。介绍出场的是菲律宾的队伍。1号是 Eslapo， 2号是 Orineda。Number 1王欣婷
那这个菲律宾组合之前曾经也有到澎湖这边来参赛过，对。那虽然说到最后的这个成绩并没有特别的理想哦，但是我想沙滩排球选手这几年持续在亚洲各国这样子奔跑、这样子征战哦，我相信他们经验值累积上面也是非常的快速啊。第一局比赛开始，谢依然先来发球。哇哦，这一球结果触网进啊，幸运球。那沙排选手其实呢，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算是经验的一些行为哦。怎么说呢？像他们有时候在走去发球的时候呢，他会抓起一小把的沙子，然后往空中抛。哦，看沙子往哪里飞，主要是还是测风向。那其实现场有很多辅助的道具，哦，物品可以做辅助，就包含说像我们现在很常看到的国旗，哦，它往哪里飘，其实都大概知道风向怎么走。新婷这个球掉过去，哇，可惜了，依然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救回来。那沙滩排球靠的除了这个基本体能之外哦，那其实因为这么大的场地里面就只有2个人，所以大家互相搭配哦。他们着重的就是在你如何去运用你的空间感去调动对方哦，然后去消磨对方的体力。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调到没有人的地方哦，用最轻松的方式来做得分。所以看到谢依然在第一局主要他是比较负责后排这边了哈。是，那我刚刚亚里哥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发球的时候，因为你基本上你都去做各国的对手，你都有去做一些分析，所以你大概知道说谁的攻击能力比较好，谁的比较不好。所以你通常攻击能力比较好的呢，我们通常第一颗球绝对不会发给他，因为你发给他，他接发之后，另外一个做球，接下来就是换他攻击，所以我们就战术性的尽量不要给攻击能力比较好的来做接发球。王欣婷做起来，谢依然在往上那个相持，还有，哎呀，可惜了，2个人靠得太近了。那沙排呢？他们在攻击，当然你强攻球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室内排球的这个攻击的手势、手掌的包覆，这个都是很像。但是你在进行吊球的时候，有一个特殊规定，就是你不能用手掌内的指腹的位置去做吊球的动作，一定要用手指看是把它勾起来，还是用手指的这个硬度把球顶过去。这是沙排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则。谢依然刚才拿到这一分之后，目前在第一局3-4。来到了7的一个倍数啊，所以这个时候要来换边。哦，这个球在界内落地是一个 ace。谢依然现在的发球是顺风哦，对，是顺风哦。所以队友之间哦，其实真的都要互相去做提醒。那刚刚提到的是发球的策略哦，那其实，在沙排里面拦网的策略的部分，在前排负责拦网的那个球员，其实他在你的队友在发球的时候，他都会在我们的臀部的后方哦比一些战术，就是说我等一下可能是我要做一个假跳。假拦网的动作，可是我要沉退哦。那后面的让你告知说，后面的队友你后面要怎么去配合。接起来之后，王欣婷送到后场。哇！这次被他们打了一个快攻啊！对，有把握住机会哦，直接第一颗球就送到比较靠网的位置哦，让这个1号球员可以直接做攻击。他在攻击得分是菲律宾的1号的 Eslapor， 不过在这个时候，菲律宾这边发球出现了失误。到目前为止，双方在第一局的这个发球啊，感觉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况。对，两边都有出现失误。现在轮到是我们王欣婷的发球。哇，这是一个强力的扣杀啊！
好球，打到直线的位置。菲律宾的1号球员 Esnapor 攻击能力不错哦，你看他个头不算高，可是爆发力很好。对。哇，刚好锁定了一个哦，因为辛廷是拦阻这个斜线的位置。嗯。菲律宾现在这边的一个发球，由于是逆风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啊，所以看到在最近已经连续2球都是发球失误。对，一般来说逆风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胆的做强力的发球，因为球降的会比较快一点。好球，这个是有点声东击西哈。那在拦网的部分呢，是室内排球。其实如果你是第一颗球 touch 到的话，那个是不计算在击球次数里面。但是沙排，你只要拦网一碰到球，那个就算一次的击球。的确。好，比分来到8比6，又是7的倍数啊！所以刚才看到画面上两组人马又再度换边了。依然做给王馨婷，在这边推到后场，第一时间被给回来。谢依然这边的一个攻击有了，对，谢依然的身高在往前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哦。8比7，王馨婷的发球，这球触网进。对，就像刚才洪青讲的，在这个逆风的情况之下，其实你可以比较大力的发。对。而且你过网的高度哦，其实可以再稍微高一点，避免这样直接的挂网。接发起来，哇！王馨婷在第一时间这个双手没有控好，这个也是沙排在防守上面的一个难度哦，就是他没有办法像室内排球一样用很正常的高手击球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来做防守，他必须有点类似像用推挡的方式。那有时候你推挡的时候又要挡得很准，哇，这个其实难度很高。馨婷在往前的一个杀球得分，9比9，再度平手。谢依然这个发球造成了菲律宾这边接发球的失误，在第一局看到这是我们中华队第一次取得领先。看一下是不是继续来攻击菲律宾这位2号的选手。你看沙排有时候就是直接第一球就直接推过去了。对，因为毕竟哦沙排。比室内的场地稍微各缩减1米哦，它是一个8乘16的这样子一个场地，但是2个人站在里面，它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好，现在来到了技术暂停的一个时间啊，目前场上的第一局比分11比10，菲律宾暂时领先。2024年的8月23号，在桃园大园的沙滩排球场进行的是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今天第一天的一个赛程啊，那透过转播都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选手的一个出赛。是这场比赛是由王馨婷跟谢依然的一个搭档啊，在第2场比赛面对菲律宾的对手，谢依然接发，救过来喽。还有，哎呀，有打过沙滩排球就知道，在这个沙地上的移动啊，真的跟室内
台球差非常多。对，所以刚入门的沙排选手，他其实不是马上练技术，他是先练习怎么踩沙子，怎么在沙滩上面行走，练移动就对了。对。哇，新婷的攻击结果出现挂网，在原本第一局的中段取得10比9领先的情况之下，最近是被菲律宾连拿了4分。对，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失误哦。啊，这一次的发球发在2个人中间呢，造成了台湾这边接发球的失误。那沙排呢，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哦，它的不管说是它的规则设计上面，大家就是尽量让整个比赛的流程节奏能够加快，所以考验到选手，你要马上检讨上一颗的失误之后，马上又要进入状况，准备下一颗球。哇，刚才这边又是一个自己的失误啊。对，我看分数被拉得很快哦。王欣婷的杀球被菲律宾救起来，想要顺势用拨的，对，这个就是刚才洪金跟大家讲，在沙滩排球一定要用手指去用拨的，对，不能用指腹我们的指腹的部位去做这个吊球的动作。的确沙滩排球就是打点啊。对，菲律宾的1号 Estapor。好球，哎呀，这边又是被菲律宾队做一个吊球吊。是哦，感觉新婷跟易然这边可以再多做一些拦网跟后面防守站位的一些沟通哦。是，刚很明显看到就是2个人都扑向同一个地方，那照理来说应该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分配哦。如果说是直接被打在直线的空档，那真的没话说。可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区，应该拦网跟后面的防守要有一些分配才对。17比11，菲律宾队的发球出界。交换场地之后，菲律宾队这边发球应该是顺风啊。感觉菲律宾的选手对于这个风向的掌握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哇！谢依然这边准备做一个对角的发球，但是也发了出界。是。18比12。哎呀，刚好打在网带上，弹回来。这个球没有判断好，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先碰触了球。新婷在这边的一个直线攻击，结果出界。哇！原本在整个第一局的一直到中段为止，都还是蛮拉锯的一个情况。是。但是现在在第一局，菲律宾先来到了局末点。哇，这个球被抓了一个连击哦。那沙滩排球对于这个上手举球的这个动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刚才是谢依然的一个举球被主审抓了一个连击，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结束，菲律宾是以21比12先取得点。
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桃园大园沙滩排球场的比赛啊，在今天下午的第一场比赛，由我们台湾的王欣婷、谢依然啊对上菲律宾的对手。第一局的比赛21-12，对，感觉第一局有点被一波带走的感觉、啊。对，就从11分领先之后，到最后比赛结束了，只剩下。这个只拿到了1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调整一下失误还是很有机会的。辛挺的这一个杀球，结果直接哇被菲律宾队1号的 Aslapor 给拦了回来。好球好球，这球就是去闪这个拦网的手了。对，等于是有点半杀半拨的一个方式，对，做了一个轻扣哦，然后搭配手腕的转动。王欣婷跟谢依然这一个组合啊，在今天早上的第一场比赛跟泰国对手已经打了一场3局大战。看看这场比赛有没有机会在第2局扳回一城。对。不过要给我们中华队肯定的是哦，一般来说沙滩女排的部分呢是比较少会用这个上手举球的。好，那我们看到中华队其实不管说是在这个，特别是在谢依然的部分哦，刚刚很多辛挺接发球起来之后，他都大胆的敢用这样子的一个上手举球。好球，辛挺的一个直线杀球得分。这个场地真的是空间太大了，两个人要 cover 真的难度很高啊。不过这是沙滩排球好看的地方啊。是。前排第一时间拦不住的话，对方杀直线斜线就可以看到这个长滩沙滩排球，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在沙上的愉悦的一个救球。谢依然做一个吊球。哎呀！感觉这个球有一点点犹豫，想要举球给辛挺，但是自己又想要攻击，但错过了那一个最佳的击球点。5-2，双方换边。现在风向好像有点变得说，现在这一边呢，菲律宾队的发球有一点顺风哦。你看这个旗子，风多大！果然哦，这个台湾的风还是台湾人比较能够适应的。我们摄影同仁这个头上的这个伞啊，只剩一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第1年我们播这个亚洲公开赛的时候，也是亚里哥当这个主播。那时候在澎湖啊。对，那时候架了那个阳伞，好像只架了1场球吧，后面干脆索性就拿掉了。对。所以第2天我们就被晒成黑炭了。听说漂白了快1年了。好，菲律宾队这边出现了失误啊，现在分数又追进了。如果以现在这个风势来说的话哦，做修正球，也就是说做举球的那个角色的，你必须要考量到风向。你把球碰上去之后，你要去计算说，球会把你的这个风会把你的球吹回来多少，然后还要让你的攻击手是在一个很好他喜欢的这个位置来打到球。哇，又是自己的失误啊！可惜啊。对，接球的部分可以再做得更细腻一点哦，不是只有单纯把球接起来而已。辛挺，哎呀，这个球碰到网带的情况之下，有压线，主审认定有压线哦，运气很好。所以这一分算我们的。是。刚才已经有点快失去平衡的状态了，碰到网带之后落下来，看到最后这一颗应该是压到线，对，好球，
那现在沙排呢也新增了这个挑战的制度。那当然它不像室内排球有所谓的鹰眼系统哦，它其实就是如果你想要申请挑战的话，那选手只要跟这个主审比出一个 C 的手势，那主审他就会视情况，然后下来直接看场地的这个球印的部分，然后来做最后的判决。那当然主审他也有他的权利是可以直接否决，因为这个球他看得非常清楚。对，因为现在沙滩排球就像是这个网球的红土球场一样啊，你球落地都会有所谓的一个球印。对，8-6，总分来14分，又是来到7的倍数，双方再度的换边。中华队还是很有机会哦，我们目前只暂时落后2分而已哦。那希望2位选手继续加油。Eslaport 依然。哎呀，这个往前的相持，菲律宾这边你看是往右边拨哈，对，哇，很聪明啊，又是直接没错，声东击西啊，打空档。是，我觉得现在2边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中华队必须要善用自己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身材条件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却是在第一球的防守跟这个修正的部分呢出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办法持续到第3颗攻击，就是我们的优势。那反观菲律宾这边是稳扎稳打哦，他们的防守其实非常的稳定。刚才这一个杀球又是打到了谢依然的手指，然后出界，11-6了。好球，往内跑哦，那最后打了一个 inside out，往直线的方向去做攻击。哇，这个球看似想要杀球，结果最后是做一个吊球，而且放的恰到好处哦，整个心挺的整个人已经往下坠的时候，好球，王心婷在这边的攻击得分，要好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啊。目前12-8，菲律宾还是有着4分的领先呢。王心婷发球，哇，可惜啊！现在总分来到了21分，这是第2局的技术暂停，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好，画面上看到这是位在于桃园海边啊大园沙滩排球场，啊，非常可惜啊，在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结束之后，听说这个场地就要被夷为平地，是，好像有另外的用途啊。其实北部地区要像这样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不多啊。是，蛮可惜，就是从108年的那时候桃园主办全运会之后，这个场地使用率不高，这也是为什么好像这个桃园市政府决定要把这个场地改成其他用途的一个原因。对。技术暂停过后回来，来看到王心凌这一球拨过来，好漂亮哦，很精彩的鱼腰救球。哇，这球推到后场，反而是让菲律宾这再度得分了。
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的选手虽然身材不高，但是他们整体的机动性哦，跟这个整个爆发力，因为你鱼要救球之后马上爬起来，再马上要做这个攻击的脚步，都做得非常的流畅。这边又是被菲律宾打了一个空档啊，是，都有随时在观察我们中华队这边的站位。啊，分数一下子有点被拉开了。哎，这是他们菲律宾队自己哦，这个是一个持球哦，因为我刚刚在第一局有提到哦，就是沙滩排球它对于上手击球非常的严格哦，没有办法像我们室内直接用这个高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所以它这个有一点点往后由后往前勾的动作是不行的哦，应该要有一点用推挡的方式来防守。对，往上的一个相持，王欣婷拿下了这一分。目前的比分15-10。哎呀 ，Eslapor 这位菲律宾的1号选手，他的攻击真的都是打到了我们对中华队这边的一个空档。不过我还是建议一下哦，就是中华队这边呢，这个后排防守站位你还是要做一个区分，要么就是守在斜线，要么就是守在直线的位置，你还是要有一点区分，然后跟前排的拦网做一些搭配。你守在后排的正中间，你左右两边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这其实你要移动上面就已经很困难，然后你要守到球更加的困难。贤婷这个球，哇！现在的菲律宾队算是属于辅助角色的2号球员，整个进攻的气势也上来了。对，毕竟哦，在这么严酷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要得到1分哦，那这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哦。菲律宾2号球员 Orianeda 想要发一个小球哈，出现了失误。逆风的情况之下，王欣婷，哇，这边也是被风影响到。对。很明显，刚刚在抛球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击球的状态就不太对了。谢冉接发，哇！菲律宾竟然能够把这个球又给救回来啊！结果又是打到了中华队这边的一个空档。嗯，随时都有观察欣婷所站的位置啊。嗯。那接球起来的时候，就先看了欣婷一下哦，然后之后再做这样子的一个转腕的动作。比分在第2局已经来到20-11，这是赛末点了 ，match point。王欣婷垫高，现在不要去想赛末点的一个问题，对，就是打好每一颗球，也是这颗球好好发。在逆风的一个情况之下，来看谢依冉的发球。好球，好球，连拿2分。对，这个球哦，也是打一个经验球，看到后排防守的这个菲律宾球员，他其实已经这个重心转移到另外一边了。哇，可惜了，又是直接打在了空档啊！所以在第2局的比赛结束啊，21-13。啊，菲律宾的组合是以直落2啊，那击败了我们台湾的王欣婷跟谢依冉。那
王心凌跟谢依然早上跟下午各吞一败，所以已经确定的是与8强无缘了。是对，但是还是要给选手们肯定哦。那其实特别是在第一场球，那这场球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就是说完全没有去针对对方的一个站位来做我们的优势的发挥啊，比较可惜一点。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你要写小一点，尽量把尽量写。他就是那个啊，我刚听到那个啊，什么 Merry Christmas 那个啊，Merry 这个名字。Next match, who is the scorer? Next match. Next 下一场记录谁？我。我数个希望几点？我们就是以你们为主，因为我们20要提早，像刚刚好像就是跟我们讲1点。2024年8月23号啊，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来看到这场菲律宾与台湾的对战啊。那菲律宾的一个沙排组合是以21-12、21-13直落2啊击败了我们台湾的王欣婷跟谢依然。蛮可惜的，谢依然跟王欣婷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在今天1日2败，已经确定是跟8强无缘了。不过呢，就像刚才洪金讲的，仍然是要给予我们这一次出赛的选手一个肯定，毕竟他们也是付出了一个全力。那这场比赛转播工作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啊，在下一场比赛我们继续来替我们另外一组这个沙滩女排的刘碧欣、吴淑芬的一个出赛来加油。我是陈雅礼，跟我们的讲评王欣在这边先跟你说声再会，我们在下一场比赛见喽，拜拜，谢谢，拜拜。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从8月23号开始到8月26号，一连4天在桃园大园的沙滩排球场进行。在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啊，要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来看到这是我们台湾选手出赛，台湾选手刘碧欣跟吴淑芬的一个搭档啊，在这场比赛要来面对马来西亚的一个对手。大家好，我是陈嘉里，负责这场转播工作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熟悉的黄宏清，宏清你好，嘉里哥好，大家好。当然看到了，在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华队的一个比赛刘碧欣跟吴淑芬的这个组合在早上他们已经先打败了南韩的一个对手。这是他们今天的第2场比赛面对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吴晓慧跟谢启敏这样的一个搭档。好，画面上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执法的主审这是来自伊朗的主审。这场比赛的副裁，也就是副审就是来自于泰国。我这次来支援的这些各国的裁判，其实也蛮辛苦的哈。是泰国裁判，我没记错，他前一场刚吹完主审对。Number 1， 刘碧欣。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第1场地我们有转播的几乎都是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国际裁判的身影因为第一场地今天的赛程几乎都是中华队。对啊，都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当然在这一次的一个赛事那分组赛前2名就可以晋级到下一个阶段的淘汰赛。画面上这是马来西亚2号的谢启敏，接发之后，碧欣的攻击得分。干净利落呢。是，碧欣是属于在沙排运动里面算是小钢炮型的身高不高，但是他爆发力非常好，而且他放点放得非常准，然后攻击又很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而且他很百搭对，他之前是跟乃涵一起搭档，没错，顾乃涵，而且碧欣防守的机动性非常好。一开始连拿2分。结果马来西亚这边自己的攻击又出现了失误。在前一场比赛我们这一次的另外一个组合王欣婷跟谢依然是因为输给了菲律宾的对手，无缘8强。现在看看碧欣这个组合跟吴淑芬做给刘碧欣。这一球打得很聪明对，趁我们中华队双方都做沉退的时候，放一个前排的这个短球吴淑芬，这一次的攻击判断正确打出了界外。不过最后是好像是改判这是 touch out。对，所以现在是变成3比2，是，不是4比1？那我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在早些年的这个沙滩排球的比赛，特别是女子组的部分规则里面其实有明文规定是要穿这个比基尼式，要至少是2节式的那现在看到很多这几年不断的各个国家有提出反应，比如说宗教信仰啦等等的这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现在是穿着这个长裤这个长的紧身裤来做比赛，这个都是 OK 的。所以现在规则其实慢慢的依照各国的文化不同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放宽。因为我记得在去年澎湖播比赛的时候，还是看到有这种整个头也是这个包紧紧的，是，应该是那个印尼队的。哇，这一次的攻击得分，吴淑芬。
那以这个中华队组合来说，两边攻击各有各的这个优点哦，所以其实也让马来西亚不知道去锁定到底要发给毕兴还是发给吴淑芬哦。马来西亚他们在上午的第一场比赛啊是输给了澳洲啊。那不过这一组毕兴这边哦，可能要再更谨慎一点，就是好好先赢下这一场哦。那晋级8强比较有优势哦，因为他们这一组是唯一一个女子的组别里面呢是有4支球队哦，其他组别都是3取2。毕兴来到网前，看到对方2个人都已经退了，对，轻轻一拨就好了。所以沙排真的就是考验选手的智慧哦，如何用最省力的方式来做得分呢？透过慢动作进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在网前的这个出手攻击，好像就是手会把它对弯曲成像一个鸟爪那种感觉，是对不对？然后用这个骨头的地方去做这个触球啊。这个球出界，中华队这边再拿1分。看起来默契跟攻守方面，其实两边的实力是有一些差距哦。但是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哦，还是一分一分稳稳的拿。对，这个接发球再度出现了状况。刘毕兴救起来之后，在这边直接的一个扣杀，在界内落地。10比3。马来西亚这边又是一个接发球的失误。对。刚才不要去碰的话，刚才这个发球不知道会不会出界。对，有可能哦，因为刚刚中华队发球这个方向目前还是顺风的状态。那就我所知，其实很多沙排的选手会因为各个县市不同哦，然后他们会到比较风力比较强的地方来去做这样的沙排的平常的异地训练。目前我们在台湾这边啊，我们训练沙排的一个集训场地还是在南部嘛？对，在凤山的公武沙滩排球场。对，那但是中华队集训其实练技术的部分会在那个地方练，但是如果平常呢做一些体能啊，或是你要适应这些风向的话，会带到我们高雄的西子湾的沙滩那边去练。西子湾的沙滩那边的场地够大吗？他们那边是沙滩，目前没有规划正式的这个沙滩排球场，所以就是在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环境去练习。那当然，澎湖的风也是很有名的哦，所以其实那当然可能交通上面比较需要长时间的移动哦，所以还是会改由在台湾本岛这边来做移地训练。哇，现在感觉这样比赛第一局要被这个中华队一波带走啊！马来西亚这边是要求暂停。场上第一局的比分现在14比3。你要什么吗？那第一局打到现在，可能在毕兴跟淑芬这边还没出什么汗。对，不过这个对我们中华队来说是好事啊。对，毕竟还是要节省一些体力啊。因为他们在分组赛要打3场。对，没错。那进入到8强之后，真的就是每一场都是关键了，因为输就 win or go home 的赛制啊。当然，从8月23号到8月26号，一连4天啊，在桃园大园沙滩排球场举行的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啊，除了来到现场看球之外，网络的一个直播，每天早上从9点钟开始，大家就可以透过网络来替我们这个中华队来加油。毕兴的攻击，好球！哇，单手用手指把球防守起来。
哦，刘碧欣真的一个人可以打对方2个。对，而且感觉哦，他已经踩沙子踩到一个好像如履平地的感觉。对。哦，而且这个球判断也非常准。第一局比分已经拉开到15-3了。那毕欣对这个场地，其实这个也是算他的主场哦，因为平常他在训练之余哦，就是桃园市这个启英高中的教练。那这一次的沙排的服务同学呢，有部分也是征调启英高中的同学来帮忙。好，看到在毕欣这边再度的攻击得分。好，那看起来中华队在第一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哦，要拿下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哦。哦，这个播到一半，这个谢雅人突然送来了清新福泉的饮料，是不是刚刚有偷听到学长讲话，有特别介绍他们这样？好，现在总分来到了21分，这是第一局的技术暂停，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8月23号在桃园大园沙滩排球场进行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这一场由台湾的一个组合啊，刘碧欣、吴淑芬来面对马来西亚吴巧慧、谢启敏，感觉上第一局有点大人打小孩的味道，是游刃有余啊，就继续保持这样。从早上对南韩的那场比赛到现在对马来西亚的比赛，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女子人马应该是相当有机会啊，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把这个冠军啊，这个留在我们这个台湾本土。哎，这个球又是在界内落地哦，好球。那有时候呢，我们在判断沙排的这个界内跟界外，我们除了看球印之外，有时候不是看到这个线有动，就是代表是在界内，因为有时候线动的时候，是因为你的球压到沙子之后，把沙子溅飞起来，压到线上，有时候那个也会造成线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幅的这样子的一个波动。所以其实担任沙排的司线员要非常的专注。碧欣的攻击，哇，刘碧欣最近连续2波的攻击都出界，18-6。吴淑芬，现在又有飞机啊经过我们的头顶。这一球直接打在了马来西亚这边的后排啊，19-6。我们刚刚看到碧欣哦，也很有经验哦，利用目前比较大幅度的领先来做一些战术上面的一些尝试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经验球。对，看到马来西亚的2个人已经到前排来了，直接把球送到后场，20-6，第一局的局末点。这一球结果打在网袋触网进啊，直接 S 球得分。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啊，这场刘碧欣、吴淑芬对马来西亚的比赛21-6。稍后带你来看第2局。
我们看到第一局的比分21-6啊，刘碧欣跟吴淑芬的一个组合是蛮轻松的，在这场与马来西亚的一个对战当中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来到第二局，马来西亚这边1号的吴巧慧，直接发球得分哦。我们看这个飞机飞过之后，看到后面的这天空，还感觉它是乌云开始聚集。现在刚好是一个马来西亚航空的飞机过去了。现在在这个比赛场地这边虽然还是有阳光啊，不过就像洪金讲的，这个上空啊乌云密布。哇，刘碧欣这球救得漂亮。哇，双方一直都在用小球来对阵哦。感觉马来西亚这边哦，想第二局可能他们会放开来打，会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战术哦，是看能不能说调动一下中华队这边哦的一些站位。碧欣做给吴淑芬，直接推到后场。那以沙排的规则来说，除非有闪电跟打雷的情况，那如果下雨不要下太大的话，我们都还是正常比赛的。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在整个大园这边上空啊，这个一半是这个蓝天，一半是乌云密布。好，吴淑芬再度的一个直线的扣压。这一次女子组总共有13队了，是。男子组15队，15队，总共28队啊，规模比起去年在澎湖当然是小了一些。对。那比较可惜的是，本来阿曼哦有报队要参加，但是最后取消了哦。碧欣把球推到后场，马来西亚这边，这球其实淑芬给碧欣的球给的蛮靠网的，碧欣的反应真的很快。最近在刘碧欣、吴淑芬的组合这边是连拿3分，这个发球发长了，出界。那我觉得中华队这边哦，以逸待劳，还是要想办法在比赛的前半段哦，就是先取得比较稳定的领先。那比较不会对自己造成压力，那也不要付出太多的体力啊。碧欣在明天早上啊，这是分组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跟吴淑芬明天这是要对上澳洲。澳洲的身材条件都非常好哦。那第一天来场地热身的时候啊，那几乎都是一般台湾男生的身高了，都接近180，甚至还有超过180公分的。刘碧欣跟吴淑芬的一个搭配，我觉得是默契真的还蛮好的。这两位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沙排选手了。吴淑芬这边直接做一个轻扣，对。所以基本上你在沙排这项运动里面有身高条件的优势，你还是具有一定的一个优点哦，就是你可以在打很多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打点，前区、后区都可以。那你在往前的争球的这个优势也有。马来西亚这边谢启敏把球送到后排，这一球反而落在界内哦。淑芬刚才的判断应该是有一些失误啊，是这个太信任碧欣了，以为碧欣每一颗放球都可以得分哦，有点稍微大意了一点。碧欣做球给吴淑芬，直接做一个长线的扣杀，在界内落地，7-4。
哇，又是一个经验球。刘碧欣刚才直接看双手好像在拜佛一样，直接把球就是往后排来送。是，哇，真的就像亚里哥说的，他搞不好真的可以1个对2个。淑芬做给碧欣，直接的一个长线的扣杀被马来西亚救起来。那现在看到中华队的战术，其实马来西亚只要一接球之后，前排的拦网是直接做沉退的哦，因为他们也看得出来，马来西亚这边并没有太多在往前这边的一个攻势啊。对，就直接2个人下去做防守了哦。对，这个球又是在界内落地啊。第2局在刘碧欣、吴淑芬这边先来到了10分，又是来到7的倍数啊，双方再度的换边。看起来明天早上对澳洲那场比赛应该就是要争分组第1了。对，没错。因为稍早澳洲也获胜了哦。那现在第2个场地在进行的也是澳洲跟韩国队的比赛。吴淑芬好像是要做给吴淑芬杀球，结果直接过去了。对，这个有点被风吹过去的感觉。马来西亚这边也来不及反应。哇，可惜，往后场推是想法是对的，对，但是稍微长了1颗球的距离。这个重炮居然被守起来耶！碧欣再组织一波，这次换碧欣来。所以你看，如果在沙滩排球，如果2个人默契好的话，其实送到前后排的球，其实还是可以 cover 的。没错。就是你在接球之前，你要知道你自己的队友站在哪里，然后他哪个位置比较好跑。所以这个我刚刚也提到，除了默契之外，你这个接球的质量跟细腻度一定要比室内更加的一个琢磨。刘碧欣，吴淑芬的一个直线在马来西亚这边，好球我觉得马来西亚慢慢的有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给打出来了，是有稍微偷学到这个碧欣的招式哦。我感觉起来，马来西亚这2名球员虽然身高不高，但是这个机动性还是不错哦。那而且比较年轻，应该未来多多训练的话，增加一些经验值，还是不错的选手。吴淑芬在前排的一个直线重扣。再度把第2局的分差拉开到5分。这时候应该是场外的服务同学滚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靠近比较场地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裁判先吹个公正球。那刚有提到，除了这个碧欣带队的这个启英高中来进行服务生之外那还有桃园市的建国国中的男女排都投入了这次的服务生的行列。所以未来的这4天真的是也是辛苦了是，他们已经今天也是第4天，还有3天，大概1个礼拜。碧欣做给吴淑芬。哎呀，看到前排这边是有空档，淑芬这边想要做一个吊球，但是球没有能够吊过去。对，好，现在总分来到了21分，这是第2局的技术暂停时间，我们休息一下。
2024年的8月23号，在桃园机场旁边的大园沙滩排球场，看到进行的是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今天是第一天的赛程。这台飞机应该是虎航的哦，Tiger Air。哦，这个球界外之前好险被马来西亚这边伸手碰触了一下哦，变成一个 touch out。不过中华队在第二局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目前这个分数马来西亚队这边还是咬得蛮紧的哦。毕竟作为吴淑芬，直接的一个重扣，好球，而且这个是用一个上手举球的动作。沙排比较少看到这种上手举球，对，男排会比较多一点，女排目前都还是用低手居多。刘碧欣的发球挂网，14-10。哎呦，这就差点爬过去。马来西亚。其实现在透过转播单位这样子超慢速的这样子的一个回放，这选手的动作都看得很清楚。哦，淑芬跑了很长的一段距离来救这个球。双方都在互相的调动，结果这球出界，马来西亚出界，现在16-10。再做给淑芬，这次换成淑芬做给刘碧欣。好球！我刚刚正想要讲哦，这个马来西亚每一波的攻势呢，都一直在往后，一直往后退。那时候前区就是一个很大的空档。这时候慢慢又把分数拉开了哦。胡淑芬这一次的球啊，触网之后还是杀进了。淑芬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攻击的时间点哦。有时候跳在空中太晚出手，在那边停留太久，所以已经看到他2-3颗球都是打到网袋，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啊。或许他想要这个做一些个人的时间差，说类似网袋球其实是他的招式之一。吴淑芬的发球，马来西亚这边自己的一个进攻组织的失误啊。对，第二局的比分已经又来到19-10了。最近在中华队这边是拉出了一波5-0，是。我看这个又是一个网袋球，对，又是一个网袋，可能、真的就是想要这样打。可能吴淑芬就是想要打网袋球。Match point， 这场比赛现在来到了赛末点，不过在马来西亚队这边也想要把这个暂停啊给用掉。是，宏基怎么看今天这个碧欣跟淑芬的这样第2场比赛？我觉得在两边的经验值上面，当然还是我们中华队比较好哦。包含说碧欣他这几年在全运会赛场上面的经验，包含他又带到中华队，所以其实很明白现在沙排的一些打法跟战术的运用。那淑芬也充分运用了补足碧欣这边身材优势不够好，他至少我们
中华队这边有一个身高比较高的长人在阵中，所以有时候在往前的争球上面又更有优势。那马来西亚这边比较可惜的是，第一个他们防守的机动性并没有很好，再来就是他在经验值哦，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尽量的把球送到往前这边做更多有威胁性的攻击，因为他们现在攻击几乎都是在往后延伸大概3米左右的一个位置来攻击，所以其实基本上对中华队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性。啊，像这个球就有一点点没有看到毕鑫在的位置，有点送太往前了。对，要么就是直接送进去，送过去哦，送过网。还是有这个赛末点的机会。毕鑫做给吴淑芬，直接的杀球得分，在第2局的比赛结束21比11。刘碧鑫跟吴淑芬在今天8月23号的赛程这2场比赛都拿下了胜利。早上他们击败了南韩的组合，下午面对同样来自于亚洲马来西亚的对手，这场比赛还是赢的蛮轻松的，21比6，21比11。2比0获胜。End of the game. 好，8月23号在桃园进行的台中银行2024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非常恭喜刘碧鑫跟吴淑芬他们2位在今天8月23号的2场比赛早上他们先击败了南韩的组合，在刚才这场比赛又是非常轻松的以直落2击败了马来西亚一个对手当然现在取得分组前2应该是问题不大，现在就是看看明天早上对澳洲的比赛是有没有机会来争取分组第一。如果能够以分组第一的一个状况来晋级的话，那将来在8强淘汰赛会有更好的一个前卫。对，所以明天对澳洲那一场还是要稳稳的把它拿下来。那我相信以这一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值跟打法来说的话，应该是蛮有机会的哦。这祝福他们明天可以获得胜利。好，看完了2场女子组比赛之后呢，稍后在2点40分马上要来登场的是2场男子组的比赛。我们台湾的谢雅人跟王静茹的一个搭档，下一场比赛要来面对澳洲的对手。还记得今天在上午的比赛雅人跟静茹是3局大战输给了日本。这一场对澳洲肯定将要全力以赴要力拼胜利。对，好，我们这边的转播工作先告一段落。我是陈雅礼跟黄宏金，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更精彩的沙滩排球再会，拜拜。谢谢，拜拜。
场次比赛，由澳洲队出战中华队。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4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Taoyuan Open, match number 19, Australia vs Chinese Taipei.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Kinimasa Miwa from Japan， 来自日本。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2024年的8月23号，在桃园大园的沙滩排球场进行的是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今天是赛程第一天的一个比赛，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将由中华队的谢雅人、王静茹这位过去在2019年的澎湖的这个赛事拿下银牌的这一对组合呢，将来对上澳洲的一个对手。大家好，我是陈雅礼。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将由我还有身旁的黄宏清来负责这场比赛转播。宏清你好。大家好。当然讲到在2019年，就是5年前那个时候在澎湖爱门沙滩的男子组的比赛王静茹跟谢雅人就一路杀进到了金牌战。不过很可惜，最后是输给了对手，拿下银牌。是上一届也就是去年在澎湖的一个比赛雅人的搭档换成了吴信贤。虽然打进到了8强，不过很可惜在8强赛输给了泰国的对手，无缘晋级到4强。是，那其实早上两位选手的表现也都非常的好一直跟这个日本队缠斗到第3局，最后才惜败我相信这一队也是我们国内很多不管说是老师或是很多球迷朋友很期待的一个组合那当然在今天下午2点40分正式开打这场比赛，看到澳洲的对手 Persay 跟 Pass 两位都身材非常高大的沙滩排球的选手。跳得够高，最后是选择直线的攻击。那澳洲队这个组合早上比较可惜了一点有一点点这个爆冷输给了菲律宾队所以他们这场球赛来说，应该是会用尽全力来抢胜。那当然，在这个分组4取2，当然在这一次在这一届的比赛，男子组15队来参加，然后女子组有13队，总共28队，总共来自10个国家。比起去年，当然15国47队对，那规模是要小了一些。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前2场转播女子组的赛事，现在换成男生就可以看到攻击的这个招式完全，还有节奏，还有力量、速度完全是不一样，而且采用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高手举球的动作。3比3。选择用吊球，哇！那我觉得中华队的打法对于这么高大的澳洲队，你在前排跟他比拦网跟攻击没有一定的优势，那你反而是要先破坏澳洲队的防守跟接发球，让他们有一点点类似说用修正球的方式。如果让他们更靠近网边的话，那我想以澳洲队的这样的身材条件跟攻击的火力来说，真的不好去防守。4比3，澳洲组合在第一局首度取得领先。这时候换边了，雅人。来看到刚才这个进攻，放慢了出手的节奏。
哇，不过看得到澳洲的选手真的跳得真的够高哦。哦呦，对，男子组的比赛哦，就没再给你客气了。这个等于就是我们室内排球的一个骂包了哈。对。不过亚人还是很有风度哦，跟对手致意了一下。这一定要的。哇，哦呦，这有点像 A 快攻啊。是。这个澳洲队这个选手看要不要把帽子干脆不要戴了哦，那每一次攻击要捡一次帽子。澳洲队的1号选手 Piercy， 2号选手是 Pass。哇，这个罚球相当的猛。嗯。在前排的亚人这球虽然有拦到，但是球往外喷掉了。哎，这球是有点攻击出界哦，没有，是有 touch 到。对，裁判是判定是有拦网有碰到球。哇，放得够准，漂亮。王静茹，静茹的打法上面呢，她在放这个球点的落点哦，放得非常的准。不管说是斜线、直线、前面、后面呢，她其实力道控制的都非常的好。6比6。我们现在一边播亚人的比赛，一边喝着亚人刚刚请我们喝的这个。对，要帮他多说一点好话。真的。我这跳得很高哎，所以我才说，真的不能跟澳洲队玩往前的这个攻势哦，真的没有优势啊。Piercy 的跳发，但是静茹这边的接发球出现了失误，比分来到了8比6。现在总分来到14分，7的倍数啊，再度的是要来换边。静茹做个亚人，在这边的一个攻击有，对，对方完全拦网包死的状态下哦，亚人好险，他用他的经验哦，打了一个往外翻的 touch out， 这个出手要够快哦，不然你还是持续的路线都被澳洲队给包死了。哇，这球直接打在亚人身上。哇！而且刚刚澳洲队是做了一个移位的攻击啊，是。哇，这个是重炮。对，还是要先以拦网为主啊，因为真的你这种要沉退做防守的话，真的几率也不大。哇，那我想到他们早上是怎么输给菲律宾？对，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好球！好球！这球守得漂亮。Piercy 干脆把帽子丢到旁边了。亚人球垫高，静茹。还有，哎呀，可惜。一进一退之间哦，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抉择啊。哇，不过刚刚这静茹真的哦，勇气可嘉，守了这颗强击球。比分来到10比7，3分差距。澳洲组合2号的 Pass 的发球，真的每一球都是做这样的一个跳扣啊。对。澳洲这次来的所有的选手身材条件都非常好啊。澳洲的水上运动啊，就是真的都是非常的有名的，很强。而且他们这次在巴黎奥运的这个奖牌数上面也是都排名在前面。那提到这个国际赛这边哦，虽然我们在转播沙排，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喜讯哦。我们的 U17 女子代表队呢，在秘鲁打的这个世界杯，今天早上呢打赢了，在昨天的凌晨打赢那个巴西队哦，顺利晋级到4强了。
哦，能够在国际赛打赢巴西，要知道巴西算是排球大国，而且是世界杯。最近的 U17啊，我们这个2项赛事啊，这个女生的是在南美洲的秘鲁，对，而男子的 U17啊，则是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对，那天我也代表协会这边去做一个送机啊。好，这是机会哦，雅人在这边，哇，这个攻击结果直接被对方拦回来。我觉得还是不要急哦，要真的哦，慢慢打到现在为止，虽然比数是落后的，你还是要想尽办法从澳洲队这边想到一些因的策略啊。第一局来到了技术暂停，我们先休息一下。2024年的8月23号，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这场由中华队对上澳洲的比赛，目前第一局是3比8，澳洲暂时领先5分。这一次的8球出界，我真的觉得1号的 Piercy 这个帽子真的可以拿掉。对，不过这样也好了，让他多分析一下。进入这个就不错啊，这个有点急哦，送过来是反而又是给澳洲队一个呛死啊。雅人这就想要拨到空档，对。我觉得让澳洲队呢这个多移动哦，破坏他们的防守跟第一波，真的是好的策略，但是你送点要送得准。哇，这球想要给到后排，但是又打出了界外。对，这个举球的这个到位率哦，成功率好像还没有到很准确。哦，这时候又接着喊了一个暂停，应该是暂停。趁着这个暂停啊，喝口水来缓一下。因为最近感觉上是有被澳洲队打了这样一波啊。对，然后分数一直追不上哦。这次我们男子组的2组人马，除了谢雅人、王静茹啊，另外就是年轻的于炳汉跟胡成刚。在下一场比赛啊，那2组选手。第2组的这个选手也要来出场，来面对马来西亚。澳洲这一次在男子组啊派了3队来。对对。好，暂停过后回到比赛。对，先专注一波接发球。pass 的一个跳发出界。哇，非常精彩的一个接发球后直接的攻击啊！所以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你要有几个面向可以去探讨，那中华队也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你发球的这个破坏力有限？哦，所以可以让接发球的人直接做一个往前的送球，然后另外一个攻击手直接跳出来做第2波的攻击。所以发球还是想办法要加压，特别你面对到这么攻击火力这么强的，又身高非常高的澳洲队。
澳洲2号的 pass 刚才杀球的时候，沙子应该是跑到眼睛了，所以喊一个暂停到旁边，把眼睛冲一冲。他为什么会有为什么眼睛进沙？是因为刚刚亚人看到他突然冲上来，他吓一跳，然后亚人做了一个往后退的动作，稍微脚有稍微勾沙子起来。这也不是故意的哦。澳洲这边今天也出现了第一局不少的这样发球的失误。王静茹的发球，哇，出界了哦。所以这对澳洲队其实他在攻击上面还是有蛮多的失误的哦，看能不能中华队能不能把握这些机会。16比12啊，总分28分，又来到了7的倍数啊，所以这时候要再度的换边。王静茹，当然他是左撇子的一个球员。哇，这球可惜啊！对，虽然拦到了。那在沙排比赛里面呢，如果这个眼镜啊，或眼睛进沙的话，都是可以跟裁判来提出这个短暂的要求，就是去擦拭一下眼镜哦，或者是擦拭眼睛的部分。第一局澳洲这边的确是出现了蛮多发球的主动失误啊，17比13，我觉得第一局好好的来把握一下。是。轮到谢雅人的发球，好球，这次有加压哦。对，你看破坏掉澳洲队的防守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机会了哦，好好把握住这次的攻击。好，这边换给静茹。哇，举球的时候被吹了连击啊！是。这个真的就是跟室内一样哦，主审的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哦。只要左右手的这个高度不一样，或是球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旋转呢，都会被主审抓一个连击啊。这一分丢的有点亏啊哈。澳洲这边想要发一个短的小球，再度失误。王静茹来发。看静茹的这个手臂也晒得好黑啊！哇，亚人也尽力了哦，真的，我听这个声音呢，跟现场他那个球的旋转哦，很明显，真的也是从亚人的这个手指的顶端过来的哦。静茹，亚人这一个斜线的杀球得分，好球。19比15，亚人跳发。好球！这边完全被抓到了。起跳的一个时间点，亚人是抓得刚刚好。对。所以呢，像这个球，澳洲队为什么最后会掉球？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一波的接发球上面有稍微的被破坏哦。那你破坏接发之后，后面的举球一定也会接连的受到影响，那你也会间接去影响到最后的攻击啊。这个球触网了哦。来看到想要平推过去，结果手碰到了网子的上缘，很明显。完了，这时候澳洲队赶快喊一个暂停啊！
两队由于在今天早上的比赛都是吞下了1败所以这场比赛一定要赢才有机会来争取分组的前2。这次队数虽然不多但是以男子组来讲实力倒是都还蛮接近。是。雅人的女朋友坐在场边。这中华队的机会哦，夏人在这边的一个攻击得分，哇，现在回到1分差距哦。对，所以其实稳扎稳打，然后设定好自己的战术，其实真的很有机会哦。虽然澳洲这边早就来到了19分，但是第20分就是拿不到。chance，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哇！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啊！太精彩了！刚才看到雅人先是用左手，但是这个球垫起来之后，王静茹，雅人最后再用右手把球拨过去。19比19。哇！他早就该把这个帽子丢掉。澳洲队1号的 Pierce， 哇，这个右手的重炮打在了王静茹的脚边。第1局的局末点。这个接发球有点没接好。可惜啊，虽然一度追到了19比19平手但是最后现雅人这个拦网出界。第1局的比赛结束，21比19，在这场分组的赛事当中，由澳洲的组合先下一城。第2局的比赛一开始看到了我们的王静茹，发球的一个触网进的一个幸运分。是，这个场地的这个幸运之神还是站在中华队这边哦。哇，这个雅人有点客气哦。对。好球，好球！哇，这球反应够快，是雅人。这个就是我们排球选手应该要有的这样子一个身体素质的特性，跳下来之后马上运用自己的爆发力，再急速的做弹跳起身啊。2比0，这一次的攻击出界3比0。沙滩排球是3局2胜如果打到第3局的话是只打15分静茹的发球出界了，3比1。
澳洲今天有非常多的发球失误，可以来好好的利用一下。主要在第一局哦，真的比较可惜。虽然我们后面追了蛮多的分数，但是因为前面落后实在太多了哦，真的你那追分真的不太好追，而且又澳洲队的这个攻击的把握度又这么的高。哇 ，Piercy 的一个斜线的一个重炮，在界内落地。进入，这一球，刚才这一球，澳洲队是不是有过往击球的嫌疑啊？我这样想。不过还是静茹先碰到球，但是如果真的要调整的话，真的亚人给静茹的球不应该送的这么的靠网，可以稍微再开一点哦。那以静茹这个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说的话，这个做 touch out 应该是对他来说很简单了。好球！这种1对1啊，就是打你的空档，不要跟对方来硬碰硬。王静茹这球发短 ，Piercy 的攻击结果出界，跳的虽然很高啊，但是球没有完全的包住。哦，都持续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的方式。嗯。王静茹，好球！静茹刚才的接发真的是很不错。嗯。在第2局比分7比4 ，pass 在这边想要做一个斜线的攻击，哎，在界内。哇，又是发球出界。今天这2局光是发球，我觉得澳洲队应该有送了中华队10分了。对，对我们蛮好的。攻击出界哦。嗯。所以现在在第2局，在亚人跟王静茹这边有着9比5 4分的领先优势。澳洲这边这时候请求暂停，刚好总分也来到14分啊，必须要来交换场地。这一局我们的洪记觉得亚人跟静茹的发挥还算是正常的哦，算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球上面的把握，因为你已经好不容易从澳洲队这边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机会，你应该就要在第一时间想办法去得分哦，然后慢慢的把分数越拉越开，这样才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前半段虽然现在领先，但是有一些关键球该得分的我们没有把握住。那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慢慢习惯了澳洲队的打法哦。那其实可以继续的往这个1号这边来送哦，让他继续去消耗他的体能。而且毕竟他现在可能打的有点开始烦躁了，对，有点毛了哈。是，所以刚才才喊一个暂停。暂停过后回来，王静茹的发球。这是我们的呛死哦，好球，好球，刚刚好压在线上，谢亚人。好球，慢慢开始找到一之道了哦，那就继续的保持下去啊。
澳洲还是很简单的一个高举高打的方式。10-6。目前谢雅人跟王静茹的搭档这边还是有着4分的领先。每天早上第一场跟下午第一场会delay5分钟嘛？对，后面就没差了。好球！哦，这个爆发力，谢雅人。中华队这边的发球出界，比分来到了11-7。还是要想办法维持住领先啊！这分赶快要回来，看一下静茹的攻击。哇，这次被抓到了。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接发之后直接的第2球来做进攻。对。但是你要直接做接发的进攻哦，必须这个对手的发球的威力必须你要去掌握住哦。那目前为止，澳洲这边都还是采用强力跳发，不管说是跳飘还是这个跳发球，发的质量都非常好。马上就来一个尝试哦。对，第2球来直接做进攻，所以现在12-9，进入到技术暂停，我们休息一下。在上午的比赛啊，两队都是打了3局大战的中华队跟澳洲队，在下午又是这个短兵相接。啊，第1局虽然中华队这边19-21输掉，不过现在第2局12-9。在技术暂停过后回来，王静茹的发球。澳洲队1号的 Pierce。哇，这个球路线是设定静茹守在斜线的位置啊，但是真的澳洲队的打点真的太高了哦，这个球还是落在直线后区的位置。他的机场就在这里。好，在 Pass 这边的发球再度出现了挂网。谢雅人的发球。直接做一个定点发球，哎，这一次的攻击出界，他虽然攻击很有威力啊，但是今天出现蛮多的攻击出界。对，而且刚刚那个球打出去哦，球没有完全的旋转，代表说他的包覆球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所以换一个人来攻看看 ，Pass 的一个直线攻击得分。那这个也是中华队要去思考的哦。现在这个 Pierce 的这个攻击呢，出现了一些状况，是不是要继续是发球继续发给他，让他打得更混乱一点？这次没有强攻啊，反而是尝试把球送到后场。澳洲队这边再度把比分给追进。雅人这边的斜线攻击，15-12，又回到了3分差距。刚刚中华队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平球的这个长攻球哦。王静茹的发球发短，
澳洲队很会玩这种接发之后直接第二球就进攻了，是因为毕竟他们有身材上面的优势，所以其实送上网，那只要另外一个选手有默契好跟上的话，那在往前的攻击力是真的没有话说。15比13，总分28分，来到了7的倍数啊，双方再度交换场地。这边就是一个成功的 touch out 下人。这球反弹结果还打到了副审，亚人赶快跟副审回西内。16比13。哎呀，亚人这球发的太急了，出现了8球的失误。不过现在领先的优势还是在我们这边哦，要想办法赶快稳定住哦，先顾好每一次自己可以得分的这个机会。好球，哇，这一分重要。对，亚人跟这个静茹哦，彼此之间互相的 cover 哦，这样互相的搭配。拿下这个宝贵的1分呢。17比14，澳洲队这边接发之后，这一次的攻击 ，Pierce 再度的击球出界。他的这个点的确是对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是，还有他的那顶帽子。哎呀，进入这个球。中华队要小心哦，连续2颗发球失误了哦。不过澳洲队这时候发球送分给我们啊。把握在2分。我们就可以拿下第2局，将战线逼近到这个决胜局啊！这边的攻击在界内，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这一个接发球好好来接一个，是先抢下20分哦，那也会在心理上面对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啊。哇！结果这一次被对方的拦网给抓个正着啊！谢亚人的攻击，哇 ，pass， 对，整个拦网的动作做得很扎实啊。看是不是改变一下战术，目前机会还是在我们这边。连被抓了2颗球，哇！这个时候中华队要喊个暂停了，对。几波都是用强攻球来去挑战澳洲队的拦网，那这样子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路线，还是说小球前区小球的一些调动。第2局是中华队先来到了19比15啊，不过最近澳洲队连追了3分。好，接下来再来好好接一个。比尔塞的发球会不会出界呢？结果送礼！哇，这个亚里哥神预言啊！虽然不是出界，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进入这个球，好好发一个。这个球应该值得可以拼一下哦，比较可惜了一点。亚人已经尽量把这个攻击的力道有稍微减弱了。pass 的发球，修正回来给谢亚人处理。这个球，哇，结果在界内啊！哇，双方又要进入到deuce的一个状态哦。第二局在谢亚人王继儒这边2个局末点的机会都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被对方追成了deuce。进入在这边推向后场，但是这个球打出了界外，稍微偏了左边一点点啊，非常的可惜。但是他放的这个点是正确的哦，自己也摇了摇头。但是没关系，先把这个对方的赛末点先守下来哦，比较重要。对，双方这个时候发球 ，pass 的发球也再度的送上大礼。不过很明显看到澳洲队虽然这个有几次结束比赛的机会，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发球还是不会选择这个放软哦。打到第二局，现在两边体力应该消耗都很大了。对。而且双方都是今天早上各有进行一场赛事，而且都是输球的一方啊。换边之后，谢亚人的发球，澳洲队1号的 Pierce 的一个重炮攻击，现在再度取得了超前。这波就很重要哦，先把接发球先顾好。进入做给亚人，哇，换成左手攻击。哦，亚人左手厉害耶，左右开弓啊。是，这个也是主攻手必要的技能哦，因为有时候球如果太长的话，你右手的角度没办法施展的话，还是要靠左手，而且又要把球包覆得很准确。真的是比较难的技术。22-22 ，pass 的直线攻击球，要守他们进攻真的不好守。对，我刚刚一直提到，你在发球的时候，虽然有失误的风险，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加压。好球啊！进入直接做一个吊球。对，看到对方已经跑过来了。发球一定要做一些加压啊。对哦，因为一直持续用这样子的打法，除非澳洲自己接发球、自己踹球哦，这失误，不然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像在练习这个一般的攻击哦。界外，这一次的攻击出界，所以这是已经是化解掉澳洲队第4个赛末点。对，继续紧咬哦，还没有放弃啊。进入的发球，好球，把握这个球要把握，呛死哦。哎呀，这个球可惜了。所以我们刚刚回顾这一波，刚刚静茹这个他选择用长吊球哦，那澳洲队毕竟他真的人高手长哦，他移动的范围虽然机动性没有那么好，但是他手一伸，脚稍微跨一下，接到的几率是很高。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以这样的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来说，应该要做大胆的攻击。哦，这个强力破坏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哦，可能成功率会比较好一点。你看我们的发球就是不对管失误多少都是加压了哈。哎呀，进入这一个球，结果是
打出了界外，在第2局的比数啊，就是26比24。那澳洲的组合这边是以直落2啊击败了谢雅人跟王静茹取得了在分组的第1胜啊。现在他们在分组2场比赛结束是1胜1败，而雅人跟静茹真的蛮可惜的上午的3局大战输给了日本之后，在这场比赛虽然第2局先来到了局末点，但是最终遭到了澳洲逆转。8月23号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刚才结束的这场比赛，我觉得谢雅人跟王静茹，虽然在5年前2019年他们在澎湖的男子组是拿下了一个亚军的成绩，但是今天2场比赛，我个人觉得都输得好可惜是，我想这一场比赛的关键点还是在于说，你如何去克服已经存在差距的这样子的一个身材条件，那你可以从很多的层面去弥补这样子的一个劣势，什么？就是发球的加压。我们很明显看到今天身材输澳洲队，但是发球加压的却是澳洲队，持续在用他们的优势来做加压，所以这个真的是比较可惜一点。不过还是要给中华队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你面对到攻击火力这么强大的澳洲，都能够带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而且造成很多对方的失误，证明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虽然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我们也带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那现在谢雅人跟王静茹这边就剩下明天的最后一场还要来对上菲律宾的一个分组的一个赛事了。那当然现在晋级的一个机会还是没有完全的断绝了。那下一场比赛要看到我们在男子组的另外的一组人马胡成刚跟于炳汉，他们在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要来对上来自于马来西亚对手。那这场比赛我们先告一段落，谢谢红星今天讲评，我是陈雅礼。那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谢谢。
2024年的8月23号，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今天是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第一天的赛程。在现在下午的时间已经来到了3点30分了，要为大家送上这场男子组比赛，将由地主选手胡成刚、于炳汉来面对马来西亚的一个对战组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雅礼。在今天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将由我还有我身旁的球迷黄宏清跟大家一起来看精彩的沙滩排球。宏清你好，嘉礼哥好，大家好。当然讲到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男子组跟女子组，我们地主队都是各派了2组的一个精英来参赛。那胡成刚跟于炳汉在今天早上的一个分组赛当中是先输给了泰国的一个对手。当然他们在这一组还有澳洲队，看到在马来西亚这边，他们在早上也是输给了澳洲，所以这场比赛对于2组人马来说一定赢的这一方才有机会来争取分组的前2名，对，来晋级到下一个阶段的8强淘汰赛。是，基本上这一场对中华队来说也是不能输的一场比赛因为毕竟在这个4组里面要取得2组每一场球赛的胜利都非常的重要，特别是今天稍早也已经输给了泰国队所以今天这一场可以说是背水一战那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赛事，我相信中华队已经在前面的有修正过一些前一场的教训之后，然后也有获得一些短暂的休息今天就把力气放尽好好的把这一场球赛的胜利给带回家。比赛一开始由马来西亚先来发球，一开始在中华队这边就是一个斜线的一个重炮攻击得分。这场比赛执法的2位裁判那主审是来自于泰国的主审，而第2裁判副审则是来自于日本。马来西亚这边用一个吊球，1比1。感觉两边的这个身材条件差不多那我相信以中华队的这个经验来说，应该是会稍微略胜一筹好好的把握这样的机会。当然胡成刚、于炳汉这是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这球在这边的一个攻击，那于炳汉这个暑假其实非常的忙因为他算是少数呢，这个因为球技太突出所以也被选到室内的代表队，然后这一次又代表这个中华南沙这边来出战。在这边的马来西亚的进攻，有 touch 马来西亚2号的何德仁，的确碰到于炳汉的一个左手指，对，没有冤枉裁判3比2，目前在第1局中华队暂时领先。马来西亚轮到发球的1号洪豪俊，尝试想发一个小球，但是出现失误。今天赛程的第1天，其实老天爷还蛮帮忙的对，这几天虽然这个台湾是炎热的一个天气，不过是午后都会有一些雷阵雨的一个状况。对，今天在桃园这边到目前为止已经来到最后一场比赛了，目前没有下雨。何德仁在这边再度的攻击得分。马来西亚这边2号的何德仁，刚才虽然攻击得分，但是这一次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代表说他们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风向等等的。好球！中华队刚才只有救得漂亮
出界了。洪豪俊的一个左手单手救球，来看到刚才这个愉悦，然后马上很快速的起身在做攻击。不过这个球真的有点惊险了。6-3。这又是攻击的时候球没有包到哈。对，马来西亚这边继续出现失误的情况中华队要持续把握住这样的一个状态。于炳翰这个时候发球碰到网带，是一个 ace。其实沙滩排球的技巧跟室内的排球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对。哇，在这边看到何德仁，可以看得出来，在马来西亚这个组合里面啊，2号反而是阵中的一个主要的攻击手。对，那我觉得中华队呢，可能是第一次对阵到，那没有分析太多。我觉得可以从每一次得分，还有每一次失分的时候，都去分析一下对手的攻击，然后来做出看，等一下决定开始战术设定的时候，我要发给谁。这个球接发的时候用上手的这样的动作，马上被吹了一个连击啊。沙滩排球好像更容易被抓连击。对，而且特别他们对这个上手击球的这个部分的规则定得非常的严格。这个球打点啊，胡成刚这边，对不起，是洪豪俊这边打点打得相当准。好球，好猛哦！其实马来西亚队这边并没有做太多的战术的运用，都是中规中矩接发起来做执行进攻。那我觉得中华队呢要有所区别，而且要占有一定的优势的话，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前区小球的调动啦，搭配一些强攻球让马来西亚队这边来去做移动，那也减弱一下他们的一个体能。这球有点幸运成分啊。胡成刚的防守能力也是真的不错这第一局已经看到好几次很精彩的鱼跃救球了。于炳翰发球又是出网进，哇，这球有拦到，可惜拦网出界。可以稍微再早一点点的起跳，有点太慢了这个手还没有升到最高点，完成这个拦网动作的时候，就被对手攻击出手。好球，在空中做了一个转腕的斜线攻击。在进攻上，胡成刚跟于炳翰的一个组合，相对是要比马来西亚来得更强了。而且我们中华队2个选手都蛮平均的这个攻击能力都不错。然后加上年纪又很年轻所以体能的部分也都是正在巅峰的时候，所以后排如果真的后区出现一些真的要救球，然后马上再起来的部分，我相信这2个中华小将的这个体能来说，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随着马来西亚的一个发球失误比分来到13-8，总分21，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暂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024年的8月23号，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你现在收看的是2024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哦，这是谢雅人跟王静茹啊。那前一场比赛，我觉得对澳洲真的，今天2场比赛，我觉得都有那种单局打到非常高分。对，早上对日本打到26比28，输掉1局。对，刚才第2局对澳洲也是24比26。所以证明说，其实雅人跟静茹他还是有一定基本的一个实力哦。又吃锅贴了啦哈！刚才马来西亚那边的进攻出界，场上的分差现在14比8。这个吊球，胡成刚垫起来之后要送到后排。好球！其实刚才马来西亚洪浩俊那球不要去碰的话，是有机会出界的。对，那就算他要碰哦，我们看到这个动作，你看他碰一下之后，他没有勾得很高，反而让前面的这个2号的何德仁没有很充裕的时间去处理下一颗球。这个吊球吊得不错，何德仁的一个吊球得分。今天从上午开始到下午，总共有8场的一个比赛的直播，都在大园这边的这第1号的球场。哇，可惜了，这个球应该是触网哦。这个球做的比较靠网一点，最后在攻击落下来手的部分 touch 到网子。胡成刚，这球再被马来西亚这边救起来。不过这一次的拦网，于炳汉补位拦网啊，是相当的确实，很积极哦，随时在顾这个往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些状况啊，然后及时的起跳做拦网。还有，哎呦！哇，胡成刚飞了老远过来救这个球啊！好球，这有点个人的时间差的这种样子。然后他也在空中刻意的做了一个慢出手的动作，让这个何德仁稍微拦网稍微下降的时候来再做出手。17比11，总分来到28分，7的倍数要再度的换边。那其实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哦，是沙滩排球应该是算是最友善的一个状态。对。很凉哦，然后还有微微的风这样。现在已经来到下午快要4点钟了，3点45分。于炳汉刚才的发球失误，马来西亚这边洪浩俊的发球，要专注啊。对，虽然是领先哦，那我们上一场的这个亚人也是第2局的时候保持领先，最后被逆转哦，所以中华队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马来西亚这边的发球送分，比分来到了18比13。13分了，13了，要13的。场上在这边轮到的是胡成刚要来发球。哇，又是一个擦网球。排球比赛啊，接发球啊，最怕的这种触网进的球。然后这种球平常又不会练，真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会发出这样的球。这就跟乒乓球里面的
擦边球一样，你怎么练？完全没办法练。应该是说你要找到喂这样子球的人也找不到。胡振刚接发之后，在这边的这个吊球进攻，第一局现在中华队这边来到了局末点，20比14。哦，好球，在空中做了一个放软的动作，看起来好像要做扣杀，但是最后是做一个短球的一个处理。是这个可能考验选手在空中的平衡能力哦，跟最后的这个协调性。20比15，刚才再度的交换场地。鼎汉做给胡振刚，在这边的这一个球推过去，这一分算有，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啊，21比15，胡振刚跟吴振汉的这个组合在第一局先取得点，休息一下。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all the team players. If you want to take the shuttle bus for 4 p.m. from here to hotel, please to the statio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for all the team players. If you want to take the bus for 4 p.m. from here to hotel, please now to get to the station. Thank you. 如果我们要搭乘下午4点往球场往饭店的接驳专车，请利用时间尽快到搭车的地点，谢谢。好，进入到第2局的比赛啊，穿着黑色球衣的中华队。看到在一开始，又是吕秉翰的一个左手攻击得分。那我觉得中华队就是持续保持这样稳定的状态哦，因为真的打到目前为止，真的两边在经验值还有技术层面上面，我们中华队真的是略胜一筹。那不要出现自己太多的失误，那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是手到擒来。当然，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顺利拿下的话，那明天的分组预赛的最后一场啊，要来对上澳洲啊。澳洲这次跟泰国一样，都是派了3队来参加这一次的沙排，可以说每一队都不好惹。对。马来西亚这边又出现了发球的失误。画面上准备发球的是于秉翰，做起来胡振刚的攻击，最后选择把球送到后场。不过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看到中华队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在开局都是先取得稳定的领先了。比较没有太多落后的情况啊，然后在后面再苦苦的追分了。胡振刚接发之后，现在来到了边边这边的一个斜线重炮。年轻球员的爆发力真的不错的。对，这个。我有在想，如果我现在这个状态下去打沙排，我不知道可以撑多久。
可能对方一个吊球，一个鱼鳔可能就吐了。这个是马来西亚队这边失误。吴振刚刚才选择把球推向后场，造成马来西亚这边的一个救球失误。在这边，马来西亚的一个判断又出现了失误啊，所以中华队这边是发球直接得分。虽然接近傍晚哦，但是现在场地上面还是有一些风哦。那中华队跟各队的选手还是要注意现在的一个风向。好球，刚才以为是要自己攻击的，没有想到是举球啊！是，而且做一个跳举的动作。这个只要稍微球有一点点的位移，或是有一点点旋转，然后你的肩膀的角度不对的话，其实很容易又被吹的一个连击啊。好，这一次看到何德仁攻击得分，总算终止了中华队这一波的攻势，砸在线上，7比3。靠网球，哇，这个球界外了，是已经出界的球啊哈。哇，这一分打了非常多来回哦。哇，好球好球。像这种球失分的一方就比较亏哦，因为你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体力，但是最后这一分被对方给拿到了。沙滩排球因为只有2个人啊，所以常常有时候就是你一个逾越之后，马上爬起来。对，哇，现在看像这个球，这个2号的这个何德仁，他应该可以再挡得稍微高一点。那反而是自己队友让自己队友鱼鳔。沙滩排球的场地啊，这个沙要够细。是。因为像去年转播的时候，其实就有讲过，为了这个准备这个比赛的一个场地啊，去年在澎湖的爱门沙滩，好像工作人员把那个沙过滤了好多次，就是要把这个沙子里面那些珊瑚啊、比较大的颗粒的石头给过滤掉。我们记得去年在筹办的时候，光前置作业的胎沙的部分就已经花了3天的时间哦。包含怪手去挖，然后就是靠人工啊，小朋友们互相帮忙捡石头啊等等的哦，才呈现出最后这样子可以比赛的一个标准场地。那在台湾本岛北部地区，大园这边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但是才仅只过了5年的时间，结果这个场地现在可能要被夷为他用。那我们在明年的这个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哦，那沙滩排球的场地，其实我本人也担任这个场勘的委员，也有去看过了。那主要是分成2个场地，会在我们的美丽的北海岸哦，就是这个盐寮海水浴场这边哦，会有大概3到4面的场地。那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会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哦，在大马路的旁边中间的地方，我们会建置的3面的这个沙滩排球场。这就跟刚刚落幕的巴黎奥运好像在这个埃菲尔铁塔前面打沙滩排球这种味道很像。对，埃菲尔那个叫埃菲尔的体育场哦，那旁边就是战神广场，然后在那个底下比赛，真的是他们被誉为是巴黎奥运最美丽的赛场，真的。目前场上的比分11比6，刚才又是于炳汉这边的一个直线。所以不见得每一球都要重扣了，就是打到对方的一个防守空档。这边你看马来西亚的攻击就是攻击出界，
哇，好球，又是一个漂亮的鱼跃救球。嗯，哎呦，这怎么打的啊？胡成刚，胡成刚很忙哦。你先看他刚才这个鱼跃，然后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好像用这种拖球的一个方式，用左手哎，而且他身体一直在往左侧横移啊，自己都有点不太敢相信。他的身材让我想起前一场的谢雅人这种味道，比较瘦。对。而且我之前跟雅人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有问过他，我说雅人啊，你这样子这么瘦，你怎么不多吃？他说他其实吃蛮多的，但是有些人的体质就是怎么吃就吃不胖。你很羡慕吧？我很羡慕，非常的羡慕。14比7，现在总分来到21，这是第2局的技术暂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从今天8月23号开始到8月26号，连续4天都在台湾桃园机场旁边的这一个大园沙滩排球场。哇，要不是办这次比赛，我还真的不知道机场旁边有这一个球场，而且距离竹围渔港很近。对，啊，选手们其实真的可以好好介绍他们一下，是。这个今天待会比赛完之后，竹围渔港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对，没错。所以也鼓励很多的观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在网络前面收看我们转播，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沙滩排球的热情气氛。然后观赛期间还可以到隔壁的竹围渔港，非常的近，大概车程5分钟就到了。哦，哇哦！看到在马来西亚这边何德仁的一个重炮攻击。再追1分回来，14比9。技术暂停过后回来，马来西亚这边连追了2分。胡成刚的攻击出界了吗？不过主审改判哦。现审刚才好像是判出界哈。是。来看一下。哦，确实有压到线。不过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是15比9了哈。胡成刚在这边这个轻扣，想要做一个吊球。哇，胡成刚真的是扑全场的，今天他也蛮忙的呀。是，这个等一下比完赛赶快回去好好休息，不要再乱跑了。这一次的发球啊，造成了在中华队这边接发球的失误啊，胡成刚。马来西亚何德仁发一个短球，连击，所以这种上手举球在沙排真的好容易被抓连击。对，你看。可是我这样看，我真的看不太出来连击啊。对，那个是一个很细微的动作。但是我必须要说，现在的国际规则为了让这个整个赛事的流畅度更加的流畅，所以其实现在针对上手举球还有上手击球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越放越宽哦。
何德仁这边的一个攻击在界内。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际规则的改变，其实它也是鼓励哦，让更多的沙排选手勇敢的尝试用高手举球。是。哇，这中华队要特别小心哦！这比赛的进入到后半段哦，已经连续被对方破坏好几次的接发球哦。回到4分差距，17比13。这是在今天8月23号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提醒您，明天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仍然是一整天，对，都有精彩的一个沙滩排球的一个赛事啊！不管透过直播啊，或者亲自来到现场看球，这是难得啊，在台湾本岛有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沙滩排球的一个赛事。胡成刚发球，秉翰在这边的攻击，完全就是一个打空档了。对，而且放得很准哦。好，这2分拿下来，现在又把分数拉开到6分差了，19比13。于秉翰刚才直接的这一个拦网下压，这个乌云盖顶式的这样子的下压，完全不给对手任何一点机会跟空间呢、20比13，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这一球，比赛的最后想要来一个跳发哦，结束这场比赛，力道没有控制好，太急了。胡成刚想要急着回家。他累了，他今天鱼要一整场。马来西亚何德仁发球，胡成刚接发之后来到边边，这边直接做一个直线的攻击得分。比赛结束，2局的比分21比15、21比14。恭喜中华队的胡成刚跟于秉翰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在分组赛是拿下了第1场的胜利。2场比赛今天打完之后是1胜1败。休息一下。2024年8月23号，我们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为大家带来的这场男子组的赛事恭喜我们台湾的2位年轻的选手胡成刚跟于秉翰，在这场比赛是以直落2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对手虽然今天上午在分组赛事的第1场是输给了泰国，不过这场比赛开出了红盘，1胜1败。那接下来就要等明天早上最后一场分组赛来面对澳洲的一个对手，来拼晋级到8强淘汰赛的机会了。是，那这场比赛我们充分看到了这个中华小将们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拼战精神，特别是胡成刚鱼要一整场，然后再搭配上这个于秉翰呢，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火力的一个输出那我想赢的。不是很辛苦，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调整的空间，包含说刚刚在比赛的中后半段，其实感觉接发球的专注力，还有整个动作上面处理球的部分，可以再更加的细腻，再更加的注意一点那我想整个赛事的整个整体的完成度才会比较高
好，那今天一整天啊，我们从早上一大早开始的这8场的一个转播工作，到这边也要告一段落。提醒您，在明天啊，8月24号是赛程的第2天，我们一样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就要为大家带来一整天马拉松的一个转播啊。明天也要在这个转播的中央球场啊，来期待我们的一个地主队啊，中华队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啊。今天在这8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今天的2位球评黄宏基以及于清芳。我是陈雅礼，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明天8月24号早上9点的比赛再见喽，拜拜！谢谢雅礼哥，大家拜拜。